你是否也曾这样？你极度渴望一样东西，可能是梦寐以求的爱情，一份能让你发光发热的事业，或者只是一种内在深深的平静。你遵循了所有吸引力法则的教导，你观想，你肯定，你写下愿望清单，但你感觉自己就像在拔河，一头是你强烈的渴望，另一头是一个声音在对你说，你必须放手。如何在你想要某样东西的同时又对它放手，这大概是所有走在灵性成长道路上的人都会遇到的最核心也最令人困惑的悖论。它像一个解不开的结，让我们卡在原地动弹不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深深的共鸣，那么你来对了地方。我叫艾菲，和你一样也是一个走在灵性觉醒道路上的探索者。这条路我曾走得跌跌撞撞，也因此我特别想把那些曾让我豁然开朗的智慧分享给正在路上的你。今天我们不谈那些你已经听过100遍的理论，我们要一起用最温柔也最勇敢的方式潜入这个矛盾的核心，去看看那所谓的放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深入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小的觉察。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你的生活中，你越是想控制一件事，它就越会产生阻力，就越是离你远去。最明显的例子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亲密关系里。想象一下，你非常爱你的伴侣，但因为害怕失去，你开始试图控制他。你希望他按照你期待的方式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你检查他的手机，追问他的行踪，对他的社交圈感到不安。你以为这是在保护这段关系，但结果呢？你会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墙在你们之间升起，他开始变得沉默、闪躲，甚至反抗。你越是用力抓紧，它越是像手中的沙，流失得越快。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灵魂生来是喜欢被控制的，包括你自己，也包括宇宙。现在，请你把这份感受从你与人的关系延伸到你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上。当你用一种紧抓不放、焦虑不安、不断要求的能量去对待你的梦想时，你其实正在对宇宙做着同样的事。你的能量在说，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你会给我最好的安排，我必须亲自监督你，催促你，逼迫你按照我写好的剧本一字不差地演出来。亲爱的，这不是丰盛的能量，这是匮乏的能量，这不是创造，这是抗拒。所以显化的第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必须破除关于控制的迷思。控制的能量在本质上就是抗拒的能量。当我们试图控制结果时，我们就像一个用双手死死掐住宇宙喉咙的人，声嘶力竭地对他喊，快，把你口袋里的东西交出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宇宙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慈悲与智慧的存在，被你掐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窒息的关系里，怎么可能会有礼物和奇迹的流动呢？真正的创造发生在存在的状态里，而不是控制的状态里。想想那些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当他们进入所谓的心流 The Zone 时，他们在做什么？一位篮球员在投出制胜的关键一球时，他不是在脑中计算角度、力道和风速，不，在那一刻，他与篮球、篮筐与整个时空都合而为一了。他没有在思考，更没有在控制，他只是全然的存在于那一刻，允许那个完美的动作透过他自己发生。那就是放手的状态，那才是最高效、最神奇的状态。好了，迷思一破除了，但接下来是更大的迷思，关于观想。我猜你一定做过很多观想练习，你可能在脑中巨细靡遗地描绘出你和灵魂伴侣在巴黎铁塔下接吻的画面，或者你想象自己户头里数字不断增加的样子。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真相。观想的真正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那个一模一样的画面成真，那个画面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象征，一个能帮助你的身体、你的细胞去产生感觉的触发器。是的，感觉，那份当你想象梦想成真时由而生的兴奋感，那份心头涌上的暖流，那份全身放松的和平感，那份仿佛拥有全世界的喜悦，这才是观想的核心。这份高频的感觉才是真正能调整你的振动频率，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来各种同步性与奇迹的关键。如果你过度执着于那个画面本身，会发生什么事？假设你的观想是，我要在下周3下午3点，我们公司楼下的那家星巴克遇到我的灵魂伴侣，他要穿着白衬衫，笑起来有酒窝。你把这个画面锁定得如此精确，如此不容齿灰。但你有没有想过，宇宙可能为你安排了一个更好、更快的路径？也许你真正的灵魂伴侣会在周3下午2点50分，在你公司隔壁那条街的独立咖啡馆里出现。他那天穿的是蓝色 T 恤，但他的眼神里有你寻觅了一辈子的温柔。可是因为你死守着你的星巴克剧本，你拒绝了同事要不要去试试新开的那家店的邀请，于是你与你的奇迹擦肩而过。你看到了吗？过度的控制，即使是以观想之名，也会让你的视野变得狭隘，让你错过宇宙为你准备的更宏大、更美妙的惊喜。所以观想是为了感觉，而不是为了锁定画面。听到这里，你的理智可能已经完全明白了。对，控制会带来阻力，观想是为了感觉，道理我懂。但如果你我一样，你会发现，即使理智上都懂，放手依然是全世界最难的事。那种想要抓住、想要确定的冲动，就像一种本能，深植在我们的骨髓里。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控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坏习惯，它是一种我们在童年时期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发展出来的生存机制。当我们在一个感觉不安全、不可预测、充满混乱的环境中长大，当我们感觉无法信任身边的大人，无法相信世界是友善的时候，控制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吃饭，控制自己的房间一尘不染，控制自己的成绩永远第一。我们试图在自己唯一能掌控的小小世界里去寻找一丝丝可怜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因为在那个混乱的外部世界里，我们太害怕失控了。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放手，请不要再责备自己。你不是不够灵性，也不是不够努力，你只是在保护一个曾经在惊涛骇浪中非常非常害怕的内在的小孩。想真正学会放手，我们必须转身回到过去，去看看那个小孩，去听听他的故事。在此，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的、关于控制与自由的真实故事。我的童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一位极具控制欲的继母手下度过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很难形容，它像一个无形的监狱。在家里，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的手指必须时刻放在遥控器的上一个频道按钮上，因为他不喜欢我看的节目。只要他的脚步声一从走廊传来，我就必须在1秒之内切换回他认可的那个频道。我的心跳总是跟着他的脚步声同步加速。吃饭也成了一种奢侈，他会把食物锁在柜子里，我常常会饿肚子。为了能吃饱，我学会了把一些面包、饼干偷偷藏在我的床底下或者书柜的最深处。
每一次当我趁他不注意，像小老鼠一样从我的藏匿点拿出食物，飞快地塞进嘴里时，那种滋味混杂着恐惧和一丝屈辱的满足。那个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充满规则、监视和恐惧的监狱。然而，最吊诡的事情发生了。许多年后，当我终于长大，离开了那个家，我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没有人在控制我看什么电视，没有人在限制我吃什么东西。我的人生第一次完全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你猜我感觉到了什么？是喜悦吗？是解放吗？不，是巨大的排山倒海而来的焦虑。那种自由，那种未知，那种没有人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的状态，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我像一个在海上漂流了太久，突然被放到广阔无垠的沙漠中央的人，四肢百骸都在颤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痛苦地意识到，那个充满了控制和压抑的监狱，虽然让我窒息，但它同时也给了我一种病态的、扭曲的熟悉感和安全感。因为在那个监狱里，虽然痛苦，但一切都是确定的。我知道规则是什么，我知道底线在哪里。而自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无限的不确定性。于是，为了应对这份对未知的巨大恐惧，我的潜意识开始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它试图在我的成年生活中去复制那个熟悉的监狱。我开始疯狂地控制我的饮食，精确计算每一卡的热量，只要体重稍微波动，就充满了罪恶感。我开始疯狂的工作，把自己的时间表填得密不透风，仿佛只要停下来1秒，我就会被那份空虚和焦虑所吞噬。我用新的、更隐蔽的方式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的监狱。因为我的内在小孩，那个曾经在恐惧中长大的小女孩，她不懂得如何与自由共处，她只懂得唯有控制才能带来一丝丝虚假的安全感。分享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我想让你看见那份对失控的恐惧根源是多么的深。它不是你的错，它是一种深深的创伤印记。这段经历让我终于看见了那个深藏在我内心，总是蜷缩在角落害怕失控的小女孩。而看见是疗愈的第一步。此刻，我也想邀请你静下来，问问自己，你的内心是否也有这样一个小孩？他害怕什么？他曾经为了保护自己，发展出了怎样的生存模式？如果你愿意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仅仅是分享你的感受，让我们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彼此看见，互相支持。因为当我们的故事被听见，疗愈的力量就开始流动了。从那段幽暗的岁月走出来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信任。而一个古老的东方寓言像一盏灯，温柔地照亮了我前方的路。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老农夫，他和他的儿子相依为命。有一天，他们家唯一的马跑了，邻居们都跑来安慰他：哎呀，真是太不幸了，你唯一的马就这么跑了，你以后怎么耕田啊？老农夫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淡淡地说：也许吧。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那匹跑掉的马竟然自己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一群野马。邻居们又跑来恭喜他：天哪，你真是太幸运了，这下你发财了。老农夫依然只是捻着胡须，平静地说：也许吧。
又过了几天，他的儿子为了驯服其中一匹野马，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再次围了上来，叹息道：“哎呀，真是不幸啊，乐极生悲，你儿子腿断了，以后谁来帮你啊？”老农夫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他还是那句话：“也许吧。”不久之后，战争爆发了，皇帝下令征召村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上战场。邻居们的儿子一个个被带走了，哭喊声响彻了整个村庄。而老农夫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得以幸免。这时，邻居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也许吧的态度，你感受到了吗？它就是放手的精髓。我们凡夫俗子的视角是如此的有限，我们总是急于对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贴上好或坏、幸运或不幸的标签，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件事的全貌。今天看来的坏事，可能正在为明天的一个巨大礼物铺路，而今天看来的好事，也可能潜藏着未来的考验。放下对事件好与坏的及时判断，放下你那套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就是放下控制。信任生命本身有它更宏大的智慧和节奏，这就是允许。那么放手和允许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请你再做一个想象，想象你的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支笔，你握得非常用力，指节都发白了。这就是执着，就是控制。你的肌肉是僵硬的，能量是凝滞的。现在你决定放手，你松开手指，让笔掉落。在松开的那一刻，你的肌肉可能会感到一阵酸痛和不适，因为它习惯了紧绷。这是我们学习放手时常常会感到的焦虑。但还有第三种状态，想象你把你的手掌轻轻地摊开，然后把那支笔安放在你的掌心。它没有掉落，它依然与你同在，但你没有用力去抓它，你的手是放松的，你的能量是流动的，你允许它在那里，你信任它不会无辜消失。这就是允许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与我们的梦想共处的方式。你的梦想不是被你紧抓在手里，也不是被你抛弃掉落，而是被你温柔的、信任的安放在你生命的掌心里。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旅程也即将来到尾声。我们一起探讨了控制的阻力、观想的真相，也一起潜入了童年的创伤，聆听了古老的智慧。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如何在你想要某样东西的同时，又对它放手？现在，我想为你总结出2个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的核心修炼。第一，是重新定义你的观想练习。从今天起，每天花1点时间观想，但请记住，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未来，也不是为了显化那个一模一样的画面。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此时此刻就进入你渴望的那一份感觉状态，去感受那份兴奋，去品尝那份喜悦，去拥抱那份和平。把这份美好的感觉本身就当作是练习的目的，当作是宇宙提前支付给你的礼物，然后带着这份美好的感觉去过好你的这一天。跟随那份让你感到兴奋的指引，哪怕它只是一个微小的冲动，这就够了。第二，是开始学会真正的放手，而真正的放手始于疗愈。去与你内心那个曾经在风雨中颤抖、害怕失控的小孩对话，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亲爱的，你辛苦了，谢谢你用你的方式保护了我这么久，现在你安全了，你可以放松了，
你可以信任我了。学会信任你自己，有能力应对未知。学会信任未知，本身就是充满礼物的场域。学会生命有它神圣而完美的安排。当你不再掐着宇宙的喉咙，而是选择伸出手，邀请它与你共舞，你会惊讶地发现，生命会以远超你最疯狂想象的、更神奇、更优雅的方式，在你面前缓缓展开。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请务必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因为在这条觉醒的路上，我们需要彼此看见，而我会在这里持续为你点亮一盏灯，陪伴你走得更远。也欢迎你将这份疗愈的力量分享给你身边那位可能也卡住了的朋友。谢谢你今天与我共度这段时光。愿你在渴望中保持轻盈，在放手中遇见丰盛。我们下次见。